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。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2号。今天咱们聊一期传说中的俄罗斯王牌战斗机苏57。为什么说它是传说中的？因为在实战经验中，它确实没什么亮点。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上一周，俄罗斯向国内外的媒体大肆的宣传了一次。这个视频我也看了，当然了，这是捏着鼻子看的。这种视频你要真正的行家看完以后反而祛魅了，没啥可怕的。它展示的恰恰是第四代战斗机的优势，而不是五代机的。当然了，他也清楚这个客户更多是俄罗斯国内的民众，第二是国际上的潜在买家。这个视频它主要突出了什么？从飞行员上飞机、做手势、起飞、落叶飘，最后降落，就这么点玩意儿。这个实际上四代机是完全可以做到。在这儿呢，给新朋友稍微科普一下，啥叫四代机，什么叫五代机？因为四代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空中格斗，F-15、F-16。这些都是四代机的典型代表。真正到了五代机的门槛是必须具备隐身的功能，再加上四代机的超机动性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的指挥信息链路必须它能够和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、空中的卫星形成协同。你要没这个本事你就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战斗机而已。你看门槛你已经清楚了。现在世界上能自称五代机的，目前也就那么5架。老美的 F-35、F-22，中国的歼20和歼35，再就是世界第二军，它必须也得出一个。但是咱们必须客观的来讲，它还停留在四代机的标准上。因为这2分钟的视频一看，这什么加工工艺即使是设计师真的设计的五代机，他做不出来。那铆钉都那么老大，在雷达上你咋隐身呢？没有隐身，你敢称五代机吗？如果你理解普京，你就清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仗打了3年的时候，要给全世界人们看一次这个 PPT 的宣传片。因为这个视频它都是慢动作和特写镜头。我们必须讲，他的2个客户，首先是俄罗斯的民众，仗打了3年多，伤亡人数超过了110万，平均每天按照现在的标准1000个人的伤亡，而且他最近又有200多万的强征指标。他不管你原来是医生、律师还是摆摊个体户到了指标你必须得去参军，那几乎就是强征了。打了这么多，又让我们填人头，必须得给国内老百姓一个交代，你这总统咋当的，这仗怎么打的。现在必须给个念头，我们的招牌五代机马上就要投入战场了，不要着急，该参军就参军，不要骂总统，这不是维稳了吗？第二是给国际上这些已经交了定金的买家不要着急，咱们这战斗机真的是五代机。目前看新闻呢，最大的买家是阿尔及利亚，再就是印度、越南和其他的一些潜在的买家。以前的节目我讲过，老美的武器是真好，那是实战练出来的，成绩摆在那儿。但实际上很多国家你给钱他也不卖给你，因为你关系不到位，你并不是北约成员国，你也不是美国东亚的盟友，他不会卖给你的。但是呢，你又想防卫自己的领空，又想在区域当个小老大，那你只能转向了中国和俄罗斯。而中国现在歼20对外明确说了，是一架都不卖。当然他可能也是怕泄密吧。但是俄罗斯人家是专门开发了特定的出口型，他自己才有30多架，他就开始收单子收定金了。阿尔及利亚真付了钱。
我们从价位上来讲，现在一架 F-35的成本呢，包括对外的售价是8000万美金到1.2亿美金之间，它版本不同啊，包括这个技术含量也不一样。那你知道这苏57它自称五代机卖多少钱？它只要5000到6000万，这不等于打了一个对折吗？那买家心里也非常清楚，实际上咱买不到 F-35，那就只能买大额的，中国它不卖，没有选择，不需要特别厉害，只需要在区域获得优势啊，那就够用了。那一分钱一分货，这个飞机在俄乌战场上能改变现在这个焦灼的战局吗？我直接告诉你答案，没有用。因为实际上苏57它的实战通常宣传的有2次，一次是在叙利亚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他打的并不是说美军啊，他打的是叙利亚的反对派武装，轰炸的是定点的这个基地。你说你对地攻击呀，这是基本功，F-16足够了。所以说你这种胜利啊，它就属于是欺负小孩胜之不武，没得可炫耀的。第二，在开战的第2年，就是2023年，他确实在自己的领空发射了对地导弹，攻击了乌克兰的目标。虽然成功了，但是内行都清楚，说明你对自己的隐身能力啊不自信。你要真隐身啊，你应该干什么呀？五代机的角色那就是踹门。我首先要在预警机、电子战飞机的护航下，我进入你的首都，直接打你的总统府啊、总参谋部啊、安全总局啊，把这些指挥链路给它打掉、打瞎、打残，踹门和进行猎杀、斩首，这才是五代机的工作。你看，今年以色列是轰炸伊朗核设施，那就是 F-35和 F-15、F-16，那是一个联合行动，那才是真正五代机的干法。事实上啊，这个伊朗并没有发现，也并没有击落一架。那到了乌克兰，他不敢进入乌克兰，不敢进入基辅。我可以打个赌啊，如果说他真的攻破了基辅的防空网络，攻陷了一些目标，那他这个战绩啊，足够可以吹的。目前仅仅是在俄罗斯境内发射对地武器啊，我想啊，对于空军来说，他们背了一个巨大的包袱。苏57自称五代机，如果被打下来，这个脸啊，那可就丢大了。阿尔及利亚绝对要求你把定金还给我啊！你这玩意儿根本就不能算，要么你2000万按这个4代机卖给我。所以说，这个飞机啊，即使真的投入了战场，不会改变什么格局。因为很多朋友啊，尤其是俄粉啊，说，你多讲讲这个技术参数。我必须一句话告诉你啊，如果讲武器参数，中国有一位高手，那就是战略忽悠局的这个局长，那应该叫张召忠吧，现在已经退休了啊，原来的海军少将退休了。他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，对全球的武器参数是如数家珍。那结果呢？结果是老美他不按常理出牌呀，他不是坦克之间的互轰啊，也不是战斗机，他直接玩隐身了。所以说，你了解那么多的参数啊，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，它有吹牛的这种传统，那个你可能要打个6折甚至5折去听。你更应该关注什么呀？老美的武器，它大多数来自于实战，这个才是全球愿意花钱买的原因之一。好，关于这款武器能否改变战局，我相信你心里都有答案了。最近啊，这个以色列啊，它通过自己独有的技术绘制了哈马斯在加沙的地道图，而且地道内的影像能够做到全球直播。它用了什么武器？下期咱们聊聊。欢迎你打开小铃铛啊，明儿我的节目一上线，您就收到了。咱们明天见。